男嘉宾小刘24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罗25岁，同样来自湖南，现在待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两位认识到结婚多久？认识到结婚的话，只有8个月。在哪儿认识的？我们在酒吧里面认识的，当时他是在酒吧里面做销售，然后有一次朋友聚会，我过去了，然后他那时候跟我朋友也认识，你说我们两个吧，我看着他说挺对眼的，然后就找朋友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联系了，联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感觉都挺好的，然后我们就恋爱了，恋爱半年之后吧，就发现怀孕了，我们俩就商量着说想要结婚。因为怀孕所以结婚，是这意思吗？还是说感情确实也还不错？但是我们真的那时候感情真的挺好的。好的，男生后来就做了上门女婿，对吧？对。为什么是个上门女婿呢？那是可能因为我年纪小吧，家里面也比较困难，也是因为我不懂事，然后我们就怀上了宝宝。他家里就觉得我家里条件比较差又买不起房，然后就让我做他们家的上门女婿。人家没问你要彩礼吧？我们家要彩礼，他们家能拿出来吗？他们家那么抠门你在人家家做上门女婿，住得自在吗？挺憋屈的。憋屈。我觉得他挺自在的，他每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做，回去就往那里一躺，然后拉着手机就在那里跟这个那个的一直不停的聊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都在干什么，钱也没见到他的钱，事也不做一点。直到后来他真的是，我妈因为一点小事说他就直接对着我妈破口大骂。你说我一个男人难道没一点尊严吗？你有尊严，那你能对我们家父母破口大骂吗？他还是你长辈好不好？他不就说你2句吗？你说我在你家里没做事，难道你们家里每次吃完饭那个碗筷不是我来洗吗？洗个碗又怎么了？我下班回来大半夜的，洗碗池里面一大堆的碗筷，每一次都是等着我来洗。那我妈每天在家伺候你，她不累，你为什么只想你自己的感受？你说有她这么做女婿的吗？她在我们家白吃白住呢。别用这个词啊，一家人嘛。那既然我们已经结婚了，你妈为什么一直把我当外人看呢？我洗完澡，我的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，她把我的衣服单独拿出来让我自己去洗。你一个大老爷们洗件衣服又怎么了？你每天在那好吃懒做的。姐，这没什么，自己买个洗衣机嘛，自己洗嘛。后来男生又在女方家长的要求下换了职业，对吧？对。做什么了？跟大家说。做了个微商。做了微商。他还好意思说他做微商？他就每天守在电脑前面，然后我也没见他赚什么钱。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说做微商就做微商吧，人家给他打电话，他就一直按掉调静音不接，好像生怕我知道什么事了。我又不知道他在隐瞒我什么。然后我一再的要求他接，他接了之后，他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同事。我说女同事你有必要这么遮遮掩掩的吗？然后后来他说是追他的女同事，我说追你的女同事你小伙还挺俏嘛。就从那里开始我才对他起了疑心。我说我之前都那么相信你，我顶着家里那么大的压力跟你在一起，你是这么回报我的吗？我现在宝宝还才4个月，我每天在家给你带孩子，你一再的被我发现你在 QQ 上跟那些女人搞暧昧，我怎么忍？我那个不是给人家聊着好玩吗？你跟人家聊着好玩。我待在你家里面，我多憋屈，你知道吗？我心里面我有多难受。你们家里面把我当人看吗？我家里怎么就不把你当人看呢？就因为一点小事就说我出轨，还跑到我家里面去了。让那些街坊邻居看着，你让我家里面往哪里放？我真的觉得你好搞笑哦，在你眼里，你觉得出轨这事是小事是吗？咱们先界定一下啊，你们指的出轨，他说的小事儿，你说的出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在网上聊暧昧，中间还有一个是他前女友，他跟前女友说他跟我在一起都是被我们家父母给逼的。他说他想回到前女友身边，你说那个时候我怀着宝宝呢，我都8个多月了，看见你那聊天记录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我无地自容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心在流血呀。然后就说了他说的那一幕，你们家人就去他们家了是吧？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平息下来的呀？
他家里人让我当他的面，然后所有的邻居啊，我父母亲的面啊，让我给他跪下求他原谅。还有邻居啊？对。你当时说了些什么呀？我就说，其实我跟他们之间我也没什么，我就是跟他们聊一下。我觉得待在你们家里面我太憋屈了，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我来减压自己，心里面实在太压抑了。他当时说的那么诚恳，然后我就那么原谅他了。就当时他是希望你们能原谅他，是吧？对，我觉得我现在想想，是不是我父母因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他下不来台，所以他迫不得已才这么说，然后求我原谅的。这件事情不就过去了吗？那个时候是孩子在我肚子里8个多月，还是有8个多月，对吧？现在孩子不都4个多月了吗？对。这半年又过去了，今天为什么来跟老师们说？就他嘛，就在我生完宝宝那几天，他还跟人上网搞暧昧，他还出去跟人见面呢。你这是怎么知道的，姑娘？因为我之前不是就已经怀疑他了吗？然后我就有心去看了一下他的电脑，就发现了那些聊天记录。是吧？对。理由还是在他们家压力很大。我就觉得心里面太压抑了。那你搬出去住啊？我在家带宝宝，我那时候你老婆在坐月子呢，我压抑吗？你就不怕我得产后抑郁症吗？我们家宝宝那么可爱，你就整天在外面跟人搞暧昧，你回家你也不想着帮我看一下宝宝，你也不想着帮我做一点事儿。宝宝的尿片我洗的吧，宝宝洗澡我洗的吧，照顾我也是我们家人干的吧？你干什么了？你怎么就能那么狠心呢？你后来是跟网友见面了吗？见了。那你怎么想的？对这段婚姻？可能是我年纪还小吧，不是很懂事。你还想要吗？喜欢跟人家聊一聊啊。就这个婚姻你还想要吗？想。姑娘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之前已经相信过他，并且原谅过他了。你看他现在又这么对我。主持人，他家里人，宝宝出生的时候，他就非得让我们的宝宝非得跟他家姓。你说你当时娶我的时候没发1分钱，你白捡了个媳妇，现在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非得说跟着你们家姓，宝宝为什么就不能跟着我们家姓？后来我们家不是也妥协了吗？说让他们家拿8万块钱彩礼，就说宝宝跟他们家姓。拿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就拿了3万块钱。你说哪有这么抠门的？你爱这个女人吗？你告诉我。爱。现在还爱吗？爱。你现在还爱，为什么还在外面跟其他的女人那样呢？只是我不懂事。你知道自己不懂事，但是控制不住，是吗？对。你说你心里面是不是其实还觉得自己挺亏得慌的，是吧？那当然，本来就亏嘛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一定要结呢？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两个那个时候的感情很稳定的。没想到他住进家了之后，成了上门女婿之后，这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是吧？对。女生现在对这段婚姻还想要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一点改变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。这一会儿你问老师们好吗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一个男人在老婆怀孕期间还在 QQ 上面跟其他女人不停的暧昧，我心里面真的很愤怒。你需要那么多地方去倾诉吗？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网络上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是不收费的。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，有压力的话，专业的人士才可以帮助到你，而非专业的人士只能帮你去聊一些私密的暧昧的话题。所以你真的想求助，去求助专业的人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我能够感受到你在他们家里边的压力，但是心里有压力不是去责骂他的母亲，那你心里边也没有真的尊重人家。所以你今天回去以后，你需要做一件事情，先去跟你的老丈母娘跟她道个歉，即使她对你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说了很多有辱你男人形象的话，但至少她对得起你，
因为他收留了你们2个在他的家里边住，他至少对你的孩子来讲尽到了做姥姥的责任，所以你该回去跟他说一声谢谢。第二，你那 QQ 就算了吧，你跟别人聊不出什么来的，他们帮不了你。好好的跟你过去那些曾经在你认为的感情最低落的时候、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帮助过你的女性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。谢谢完了以后，还是好好照顾你的儿子和你的老婆，那是你最应该得到的。所以我真的希望你们2个好好过下去。好，谢谢小鹏老师啊。别人是看不起你，你感觉在人家家里就像一个长工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么晚回来了，我还要起来去洗碗，我的衣服没有人去管，我要自己去做，是不尊重。但是所有别人对你的尊重都是自己争来的，你先自己丢了自尊，如何能让别人尊重你？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男人，如果够爱他的话，尊重他的长辈；如果够爱他的话，别再跟任何人暧昧，因为你要成为一个男人，你有3个角色压在自己肩上，你不容易。你要真是把爱心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，去努力工作，你哪有那闲工夫暧昧啊？至于这个女孩呢，为什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怨妇呢？她如果赖在你家里，你都应该一脚给踢出去，去自己找份饭吃，自己去租房，做给我及我的家人看。你像一个男人，你们俩先都各自做好第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你是母亲，他是父亲。至于你是不是妻子，他是不是你丈夫，你们俩磨合着看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你有一句话道出了你们之间感情的实质，你说你白捡了个媳妇儿。是我。你说的很对啊，可不就是白捡的吗？捡回来的东西不就这样吗？捡来的东西还能有多有价值啊？人们往往对于不期而至、从天而降的喜运，除了喜出望外之外，他不会珍惜。没有任何期待感的角色，不会想去负责任。如果一个人期待结婚，期待好多年，最后结了，他会好好珍惜。如果一个人期待做父亲、做母亲，期待了好多年，他期待了，他会珍惜。他没有。我相信你们在生孩子的时候，肯定不是强迫的吧，一定是心甘情愿。你明明知道他家庭条件是那样，你为什么还选择嫁呢？你当时左右衡量起来，你会觉得我并不亏。这个婚姻无论是因为早生了孩子，还是因为他比我小1岁，又或者是这个男生其实还蛮适于调板，你不会选择跟他结婚。你每一句话都在告诉自己，你太不尊重自己。你说他不尊重你父母，其实最不尊重你父母的是你。把一个闺女养到25岁了，结果临了了回来还要帮你带孩子，还要受自己的女婿的辱骂，这不都是因为你吗？让自己的老公跪在地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自己道歉，那个耳光不是打在他脸上，那个耳光是打在自己脸上，是自己瞎了眼，所以才造成今天自作自受的代价。你没有什么权利抱歉。在这个整个的事件过程当中，买单最终真正承受的不是你，是双方的父母，所以你没有权利指责。男生口口声声在说自己不懂事，我不相信你是不懂事。你从益阳到长沙是多少年出来的？09年。09年到现在6年，也就是说你是18岁从益阳就到了长沙来。对，在长沙混了6年，一个农村孩子在长沙混了6年，我相信干过的工作应该也不少。这6年你还看不懂应该在社会上怎么生存吗？在这6年你还看不懂谁是针对你好，谁不是针对你好吗？你呢，就是觉得自己赚了大便宜。哪一个女生到酒吧来就那么一次让你给捡着了？在长沙和别人合租400-500块钱住着那样的一个蜗居，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在一个长沙本地姑娘家里面落地生根，变成一个真正的长沙人，这是你混这6年或者混10年将来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，想变成一个真正的都市人。
你达到了。那既然你是达到了，你已经捡到了，拜托你负点责任呢。你还真以为捡到了一个女生就可以在她家做大爷吗？你明明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负担一个家庭，去当一个父亲，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这种责任之下自己应该付出是什么。如果你在长沙混的这6年，你是真心想改变自己的生活，给家里面贴补一些，我不相信你几千块钱你存不到。你给别人家洗点碗筷怎么了？不该洗吗？你没有能力养老婆养孩子，是你的岳父岳母承担这一切。你为这个家庭你不应该付出吗？你口口声声说爱他，你为了他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吗？把洗衣机里面扔出来的衣服默默地捡起来，或者是说默默地把洗衣机的衣服所有衣服全洗了把它晒掉，你不该做吗？你住在这个家里交了1分钱吗？即便是一家人也应该交钱的，为什么不应该交钱？你没有啊，你在这儿是做不了大爷的。如果你这真6年你在长沙混，你有自己的酸甜苦辣的感受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自从踏入这个女生家里这一天起，做上门女婿这天起，我不说我一定要低眉顺眼，但我一定要在这个家庭当中负起责任。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我不能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，说我好吃懒做，我不能让别人指着我父母说你们家庭寒酸，嫁到我们家是高攀了我们。你应该努力的多去承担家庭的责任。可是呢，你还在外面撩美眉，不把我当人看。让你洗碗怎么了吗？让你把你衣服摘脱让你自己洗怎么了？我每次做完事他总是给我使眼色。问题是你做了多少事呢？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承担起一个儿子的责任，难道不应该吗？也许对方对你们的态度可能会让你有所不适，但这种不舒服，对不起，请你忍着，要不然你就出去住，你自己有本事你就自己养老婆养孩子，就不要赖在这个家里。但事实上，你口口声声说这个家庭对你这样不公，对你那样不尊重，你不还住在这个家里？有本事你出去。孩子4个月了是吧？对，4个多月。就在长沙租一套房子不贵，自己出来住。只有自己出来住了之后，才知道自己为自己当初的任何行为买单负责任，本身是有多么的难。只有这种难，才能化解你们最开始的不期待，才能够知道做父母不容易。这个男生其实还没有坏到根上，他如果要是真犯浑，他在外面搞7搞8，也不跪下来向你所谓的认错，那个时候你可能更难受。他呢，还算是可以调教，就看你有没有智慧。就这样。想清楚，是你老公吗？是。是你儿子的爹吗？是。是你老婆吗？是。是你儿子的妈吗？是。你们愿意为了你们的孩子共同付出吗？你们就好好付出，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黄金60秒。老婆，我知道我有做错过事，但我会改。但是我贪玩，你也知道。希望你这次能给我这机会。虽然说我对你父母亲不孝顺，但以后我会加倍的对你父母亲好。你知道我在家带孩子我有多不容易吗？你就不能没事的时候回来就帮着我一点吗？你说我都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去干那些事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继续。虽然说我给他们聊，我都说了只是给他们聊着玩，但我承认我根本就没有给你干过对不起你的事，我从来没有背叛过你。开灯吧。女生，我想说，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面还想跟这个人过去的事儿就别揪着了，请回吧。
来，请关门。要旅游找途牛，途牛旅游提醒您，节目首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， 赢100元现金券，更有火车票、机票、酒店预订卡领不停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回来吧。啊，站中间来。记住啊，好好的，未来的生活还有千难万险，希望今天是你们一个良好的开端和转机，克服它，成长起来。我也希望等你们成长之后，再有一个可爱的宝宝。这干嘛？还给他们呀？这还给你们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，来，有请。回头看看吧，多可爱啊！你们也来一下，多好啊！乐了，还要二宝吗？要。你先把大宝带好吧，别再要了。哎呀，接下来我们就以祝福的眼光来看看他们这一段比较庄严的宣誓吧。来，各位，请看。老婆，我之前做过的事，请你原谅。我也再也不会在网上跟那些女的聊了，然后一定会对咱爸咱妈很好，加倍的好。请你原谅我。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做错的地方了，我也会听老师的话，对你加倍的尊重，加倍的信任。我希望我们2个人能够在一起一辈子。我爱你，老婆。请亮灯啊！2位请回吧。